但是我发现在旧书店的老板面前，这一套好像完全行不通当然这是他自己店内的 policy， 我们还是要予以尊重的嘛。说到牯岭街，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？喝汤喽！想必不少观众曾经也是住在这里，或者是周遭，有着说不尽的个人故事。那么作为一个观察者，今天我想探寻更多这条历史名街的过去与现在的掠影。各位，我现在就在牯岭街的小剧场了。会请一些剧作家来写评论，然后另外最后面的话也会有，譬如说未来活动的预告，或者是过去曾经有哪一些活动演出这样，然后这些都是可以自由索取的。有一些特别的演出形式是吗？对，就是我们这边蛮常办一些算是行为艺术类型的，那这些行为艺术家他们就会在馆内各个不同的地方来做一个演出，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像居留室这边也是他们可以演出的场地，所以观众可能不一定只在里面剧场坐着看演出，他们可能就要一边看完一场演出之后，然后走到下一个地方，然后再看另外一场演出这样。那我们馆有3层楼，所以其实有时候他们会直接使用一整栋。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剧场大概20年了，所以有很多其实是一些老师啊，或者是他多年培养起来的老观众会过来，所以其实真的要说观众年龄群最集中的应该会是30岁、40岁这些人，因为这个地方等于是他们从以前就一直熟悉的地方。然后以年轻人来说，因为我们大概3年前的时候有重新整修过，等于说我们有3年不在大家的视野里面，所以对于一些什么大学生啊，他们可能就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地方，就会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接触这里。邀请大家写下你可能对周围这个街区有什么印象。我们有请一位蛮年轻的剧作家，他就根据大家写的一些关键字词，然后重新把它编成一个剧作。然后在去年12月的时候已经有演出1次了，就等于说这个作品是大家一起写出来的。然后今年就持续的在收集大家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，这样。好特别哦！这个小剧场原来是日治时期的一个宿舍，然后呢变成了警察局，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剧场。然后刚才整个1楼的小剧场在看的时候，它其实后面就是以前人家关押的那个坐牢的地方，然后下面是水牢。路过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很阴森恐怖的感觉，然后很怕把自己会跌倒下去。台湾人的温柔，在牯岭街我感受到就是台北人的温柔吧，是对那种环境的照顾。就像昨天我们正好带孩子去亲子馆，然后那个蒙特梭利教学，那个老师就说要教孩子如何去照顾环境，比如说插花啊，就是在照顾环境。所以这个他们在这个燕巢的下面用个纸板帮它固定住。我觉得就是一种对环境的照顾。反正今天很想 try 一下这家店，可惜它没有开。这边真的有很多的邮币社然后有很多古物、旧物的流通。A few minutes later.通常我们以为就是你挂着一个笑脸沟通的话OK 没问题但是我发现在旧书店的老板面前，这一套好像完全行不通对于他而言，如果进行拍摄的话，拍摄到他的旧书，他会认定说你就是要购买他的书籍，非常的严厉哦。当然这是他自己店内的 policy， 我们还是要予以尊重的嘛。不过老板是真的是很有墨水，就是好像跟他聊什么他都很能接，然后特别是对于文学这一块，我看的书他是有很大的热忱在，然后他也给了我一张名片，就是让我去听
张大春跟他的一次采访。我今天也学到了一些特别的点啊，比如说台湾说的国文，原来是从日治时期沿袭下来的，就是说这个词是从日治时期开始由日本人带出来的。刚才在那边的时候还以为是一个双语的学校，一直走到这边看到另外一面墙，才发现原来它是一个实验教育的机构。据我所知呢，实验教育呢是有别于一个体制教育。我们可以把体制教育想象成是一个大船，那么学生总是会有一些学生他可能会有适应不良的情况，就会变成一个船难。那实验教育它的优势就是把这些船难的孩子重新救回来。而且我也知道台湾现在的实验教育真的发展得非常的蓬勃，但是呢可能也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。比如说我先生他的朋友就有送孩子去实验教育的机构，那他的孩子就会发现说课程是蛮有创意性的，但是呢可能整体上下来就会觉得说是缺乏一个系统性。那大家是怎么看待实验教育呢？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跟卓卓分享吗？欢迎大家在我的频道下方留言哦。黄龙庄选什么？小笼汤包也要185份，比平时早餐店的要贵一些。不过这家店真的是也是榜上有名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来 try 一下。那我先进去点餐咯。自其变者观之，天地增不宜顺；自其不变者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。其实刚才这个旧书局的老板，他还用了苏东坡的话来问我们这个变与不变的问题。然后我们回答是说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吧。这种哲学类的问题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开放式的问题，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。但是呢，这个探讨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对人生的一种思考，是挺有趣的。那大家觉得苏东坡的《赤壁赋》到底在谈什么呢？你们又是怎么想的呢？欢迎给卓卓留言哦。这条充满历史味道的街道有什么属于你的专属回忆吗？欢迎在我的频道下方留言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哦。